听到叶晨的这番话，詹姆斯·史密斯整个人有些不知所措。他是整个 FDA 的负责人，在美国不但是妥妥的上流社会，而且是绝对的高精尖群体。而叶晨轻描淡写的一番话，竟然要让他辞去现在的工作，放弃好不容易才打拼来的一切，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始料未及的。叶晨见他一时间满脸的茫然无措，便淡淡说道：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你自己回去慢慢考虑，我还有事就不跟你多聊了。说完，他看向身边的费可欣，开口道：费小姐，我们走吧。费可欣点点头，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恭敬道：叶先生这边请。史密斯亲眼看着叶晨和费可欣走进电梯，又看着电梯门缓缓关上，自己却还一直跪在原地，没有任何其他动作。身边的同伴上前想要将他搀扶起来，可是他却摆了摆手拒绝了。随后他好像想通了什么一样，掏出自己的手机，便给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也就是他的直属最高领导打去了电话。在美国的行政架构里，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隶属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FDA 的人事任免都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负责。电话接通，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在电话里询问黑詹姆斯，找我有什么事情。詹姆斯·史密斯认真道：部长阁下，我郑重向你提出辞职申请，希望从今后不再担任 FDA 的任何工作与职务。部长惊讶不已地问道：詹姆斯，你这是什么情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执掌 FDA 是你最大的梦想，可是你现在刚做了2年就要辞职。史密斯坚定地说道：没错，我已经决定了，辞去在 FDA 的职务，带着吉米去华夏。去华夏？对方连忙追问：你是要带着吉米去找九玄制药吗？史密斯迟疑片刻，叹气道：一半一半吧。我刚才见到了九玄制药的人，但他似乎并不准备再以任何途径给我更多的九玄再造丸。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带着吉米去华夏，到那边做些慈善，看看能否给吉米换取一个机会。对方沉默了约莫10秒钟，随后无奈道：吉米的情况，我听梅奥的负责人说起过，现在似乎除了九玄再造丸，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了。说着，他长叹一声，道：詹姆斯，我知道对你来说，吉米比任何人、任何事都更重要。既然你主意已定，那我就不再废话了。你回去写辞职报告吧，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申请。好，史密斯感激地说道，谢谢你，泽维尔，我会尽快把辞职报告发给你。与此同时，叶晨在费可欣的带领下，乘坐电梯来到大楼的1层，然后通过1层的3房中心，转乘特种电梯前往地下5层的冰冻中心。由于这个冰冻中心是费建中准备拿来保存自己遗体的，而且设计的使用年限达到了300年，所以这里的安全程度不亚于末日计划里供总统藏身的防御设施。虽然冰冻中心是在地下5层，但其位置已经深入地下将近100米，这里有完备的战略储备，即便美国本土真的遭遇和打击，这里也能够安然无恙。这个冰冻中心按照设计规模，至少能够冰冻100具躯体，不过目前整个冰冻中心除了实验用的遗体之外，真正被冰冻的只有李亚林一人。叶晨来到冰冻中心之后，赫然发现这里简直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整个空间内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设备，还有大量专门用来传输空气、氧气以及液氮的管线。除此之外，给人视觉冲击最大的是整个冰冻中心规则耸立着的上百个硕大的不锈钢罐体，
每一个罐体都至少有4-5米高，人从下面往上看，甚至有了一种渺小感。这些罐体便是专门用来冰冻人体的冰柜。为了保密起见，费可欣已经提前调走了冰冻中心所有的科研专家与工作人员，所以眼下整个冰冻中心只有叶晨他们几人显得十分冷清。再结合这种地方本就是超低温储存人体的冷库，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更多了几分阴森。此时费可欣在一旁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按照目前人体冰冻技术的标准，人死后会经过长达50小时的程序降温，逐步将温度降低之后再放入冰冻罐中冰冻，以杜绝细胞在急速降温时产生冰晶，从而损伤细胞。说着，费可欣又道：不过眼下冰冻在解冻的技术只攻克了一半，安全冰冻过程已经问题不大，但解冻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巨大难题，一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也没有一例成功解冻的案例。叶晨点了点头，指着眼前规则凌厉的不锈钢罐，开口问道：李亚林在哪个罐子里？费可欣开口道：他在7号罐。好，叶晨开口道：让人把7号罐的液氮排掉，把人弄出来吧，是时候让他解冻回家了。费可欣惊骇不已地说道：叶先生，如果排掉液氮，身体就不能保证超低温了，一旦身体开始升温，细胞很可能在升温过程中受到不可逆的损害，那样的话，恐怕人就像一块化冻的牛排，细胞破裂，血水横流，要是到了那一步，就再无复活的可能了。说着，他忍不住又提醒，这里之所以按照300年的使用寿命设计，就是科学家们预估未来100-200年内，恐怕都很难解决人体在超低温状态下解冻所带来的不可逆损害，所以只能把人长时间冰冻起来，留给未来几百年后科学大幅度进步的人类去解决。叶晨看着那个喷涂了 No 007字样的不锈钢罐，微微一笑，开口道：不用等科学进步了，今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有办法让它重新活过来。费可欣听得瞠目结舌，刚想说什么，但一想到叶晨本身就不是普通人，回春丹这种堪称 bug 一般的神药，他都能弄得出来，救活李亚林也未必不可能。况且当初若不是有一定的把握，叶晨也不会让自己把李亚林冻起来。想到这里，他连忙问叶晨：叶先生，如果您真有办法复活李亚林，那李亚林醒来如果看到您的话，会不会对您的身份产生怀疑？以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醒来之后肯定会继续追查到底的。叶晨微微一笑，淡然道：没事儿，等他醒了，我要跟他开诚布公地聊一聊，费劲巴拉地救他一命，总要让他知道我到底是谁。